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那3秒本来轮到我，全校都以为只是忘词，只有我知道你在等谁开口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我低着头不敢抬头，明明那句已经练过很多次，最后却变成你一个人说完了。那天社团教室很安静，桌上放着2副耳机，你把稿子推到我面前，说最后一句一起念可以吗？我先点头说应该可以，又对着麦克风试了一次，才听见自己的声音发抖，就开始想找理由离开。你说不用唱得多好，只是把那句慢慢说完，我却怕录坏你的成品，笑着说还是你自己来吧。你看了我几秒钟，就说好吧没关系，我把耳机放回桌上，也把那次机会放了回去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那3秒本来轮到我，全校都以为只是忘词，只有我知道你在等谁开口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我低着头不敢抬头，明明那句已经练过很多次，最后却变成你一个人说完了。正式播放那天午休，教室里有人趴着睡着，你的声音从喇叭传来，和平常一样干净清楚。念到最后那段意见，你忽然安静了几秒，3、2、1，我在心里跟着倒数，那正是原本我的位置，正是你划线给我的那行，可我只能坐在座位上，听你轻轻把它补上。旁边的人没有发现，还在翻着手里的讲义，只有我把那3秒从头到尾听得太仔细。如果那天我没有退缩，现在会不会有2个声音一起留在那的录音里，而不是只剩你的听的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那3秒本来轮到我几乎快要跟着说出口，却只能在心里把那句念完了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想还留着一个位置给我，明明机会已经走到面前，是我自己先说算了你来就好。放学后我经过社团教室，看见门还没有锁上，你坐在里面整理音档，想那件事早就很平常。我差一点走进去问你，那3秒是不是故意留下，可我最后只从门口经过，又把问题带回家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那3秒我记了很久，不是因为全校都听见，是你真的曾经把那一句留给我。你在广播里停了3秒，我却没有把它接走。如果青春真的会留下声音，我最想重录的就是那次没有开口。后来那段录音还在，只是少了一个声音。你停了3秒，我却